中共嚷嚷着要武统台湾，嚷了70多年，从毛泽东嚷到习近平，从解放军只有木船的年代嚷到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庞大海军的年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新华社就发表社论，喊出一定要解放台湾。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这个计划被迫搁置。1954年和1958年2次台海危机，炮火轰隆了几个月，但始终没有踏出那最后一步。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解放军在台湾外海试射弹道飞弹，美国派出2个航母战斗群，硬是把局面压了回去。再后来2022年佩洛西访台，解放军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环台军演，飞弹飞越台湾上空，但演习结束之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70多年了，为什么就是不动手？是不敢，是不能，还是有人在暗处替他们算了一笔账？算完之后，他们倒吸一口凉气，默默地把进攻计划塞回了抽屉里。答案是美国人替他们算了，而且不是随便算算，是用全球最顶尖的战争模拟系统反反复复地推演了超过70次，从全面入侵到海上封锁，甚至到核武器升级，每一个可能的场景都被翻来覆去地模拟了无数次。结果怎么样？美国自己看完都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这场仗打完以后，所谓的赢家几乎和输家一样惨，而这些推演结果很可能就是中共至今迟迟没有动手的最大原因。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彻底拆解这些兵棋推演里的每一个惊人细节，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那份震惊全世界的报告说起，一路聊到台湾海峡那条被称为黑水沟的天然陷阱，聊到全球半导体产业与世界经济的致命连锁反应，聊到核武器那道令所有人窒息的阴影，最后聊到一个谁都不愿意面对的终极结论。准备好了吗？我们正式开始。第一幕，2023年1月9号，华盛顿特区。那一天，美国最顶尖的国防安全智库之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英文简称叫做 CSIS， 向全世界公开发布了一份名叫《下一场战争的首场战役》的研究报告。这个智库到底是什么来头？它常年排在全美国防与安全类智库的前几名，旗下的研究员和顾问当中不乏退役将领、前国防部官员和顶尖大学教授。美国国会、白宫和五角大厦经常引用它的政策建议来制定国防战略。简单来说，当这个机构说话的时候，全世界的军事圈都会竖起耳朵听。那他们这份报告到底做了什么？他们设计了一套完整的高解析度战争模拟系统，把中国2栖入侵台湾的场景设定在2026年，然后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反复推演了整整24次。每一轮推演都会调整不同的关键变量，比如说美国是否军事介入，日本是否允许美军使用驻日基地，台湾的地面部队战斗意志有多坚定，美军远程反舰飞弹的库存量有多少，中国是否攻击美国在日本的基地。他们不是在电脑里面跑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他们参考了真实历史战役的数据来建构规则。诺曼底登陆、冲绳战役、福克兰群岛战争，这些人类历史上真正打过的大规模2栖作战，全都被拿来当作参照基准。同时他们也结合了现代武器系统的理论性能数据，比如要多少枚弹道飞弹才能瘫痪一座机场，一枚反舰巡弋飞弹击中一艘驱逐舰的概率有多高，这些都经过严谨的作战研究计算。然后他们找来一群真正懂行的人，包括退役军官、智库研究员、军事院校教授，让这些人分成中国队、美国队和台湾队，坐在一张5×6英尺的巨大太平洋地图前面，一回合一回合地把这场战争打出来。空中和海上作战在太平洋地图上展开，地面作战则在另一张专门的台湾地形图上进行。每一个决策、每一次攻击、每一轮补给，都要按照事先设定好的规则来结算结果。24轮推演打完了，结果怎么样？值得一提的是， CSIS 并不是唯一做过这种推演的机构。事实上，在 CSIS 之前，美国兰德公司五角大厦内部以及多所军事院校都做过台海冲突的兵推，但那些推演要么是机密的，结果不对公众开放，要么规模太小，只做了1-2次，要么偏重外交政治面而缺乏作战层面的深度分析。CSIS 的这次推演之所以引起全球轰动，
正是因为它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变量最多、细节最丰富，而且完全公开的非机密台海兵推。兰德公司的一位资深分析师曾经在一次公开场合感叹说，在我们的推演中，当美国和中国对战的时候，美国被打得很惨。前国防部副部长也说过，五角大厦自己的兵推显示，现有的兵力规划将使美军无法有效遏阻和击败未来的中国侵略。这些散落的片段都暗示着，即便在机密层面，美国的推演结论也不乐观。而 CSIS 等于是把这些机密推演的精髓用非机密的方式呈现给了全世界看。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这些推演增添了一层极其真实的背景色彩。俄罗斯原本预计几天之内就能拿下基辅，结果3年过去了，战争还在持续。一支在纸面上远比对手强大的军队，在真正投入战场之后，暴露出了无数意想不到的弱点：后勤崩溃、通信混乱、士兵士气低落、指挥系统僵化。这场战争告诉全世界一个残酷的教训：战争永远不会按照计划进行，而跨海作战的复杂度又比陆地入侵高出不知道多少个量级。如果连俄罗斯这样一个陆军强国都在自家门口的陆地战争中栽了跟头，那中国在一场史无前例的跨海两栖作战中又能有多少胜算？ CSIS 的推演在很多细节上都参考了乌克兰战争的最新教训，这让他的结论更加贴近现实。那24轮推演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在绝大多数场景中，中国的两栖入侵都以失败告终，美国、台湾、日本的联军成功挫败了解放军的登陆行动，台湾保住了自治地位。但是 CSIS 的专家们在结论里写了一句让人脊背发凉的话，他们说，光是胜利还不够。为什么？因为胜利的代价太过惨烈了，惨烈到美国人自己都承受不起。第二幕，一场谁都输不起的战争。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场推演中各方付出的损失数字。这些数字将告诉你，为什么即便是赢了，也没有人敢轻易走到这一步。先看美国，在大多数推演场景中，美国海军失去了至少2艘航空母舰。你没听错，2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每一艘造价超过130亿美元，舰上有5000多名官兵，带着70-80架最先进的舰载战斗机，就这么沉入了太平洋的海底。此外，还有10到20艘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被击沉，像是巡洋舰和驱逐舰这些国之重器。美军还损失了200到400架各型战斗机和轰炸机。而最令人揪心的数字是人员伤亡，仅仅3个星期的战斗，大约3200名美军阵亡。3200人是什么概念？让我给你一个参照。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了将近20年的反恐战争，总共阵亡人数大约7000人。也就是说，台海这场战争仅仅3周的伤亡，就相当于反恐战争10年的代价。这对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习惯了低伤亡战争的国家而言，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更要命的是，这种规模的军事损失不仅仅是数字，失去2艘航空母舰，意味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力量投射能力被拦腰砍断；失去数百架战机，意味着后续几年美国的空中优势将大打折扣。CSIS 报告直接点明了这个后果。他说，如此惨重的损失将严重削弱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影响长达数年之久。美国可能赢得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长远来看反而比所谓的失败者中国输得更惨。再看中国，解放军的损失比美国更加惨烈，大约10000名官兵在战斗中阵亡，155架各型战斗机被击落，138艘主要作战舰艇被击沉或重创。听起来也许跟美国的损失在一个量级上，但有一个致命的区别：中国两栖舰队的核心力量被摧毁了 90%， 这才是真正的要害。想象一下，你费了20年时间精心打造的跨海作战力量，在3个星期之内几乎全军覆没。那些两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气垫登陆艇、滚装运输船全都沉入了台湾海峡。更糟糕的是，数以万计的解放军士兵在成功登上台湾岛之后，被切断了补给线和退路，最终成为战俘。CSIS 报告用了一个非常冷峻的总结，他说，中国海军将化为废墟，两栖部队的核心将彻底瓦解。那么台湾呢？台湾是这场战争中那个被保护的一方，但保护的代价是毁灭性的。推演结论说，
台湾的军事力量虽然没有被消灭，但已经严重退化。台湾海军所有的26艘驱逐舰和巡防舰全部被击沉，台湾空军534架战机中的大部分被摧毁，陆军伤亡约3500人，其中1/3是阵亡。而在经济层面，台湾的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打击，全岛断电，工厂停摆，港口瘫痪。报告的原话说得很残酷，台湾的军队没有被打垮，但他必须在一座没有电力和基本公共服务的破损岛屿上继续保卫自己。日本也无法置身事外，因为美军若要有效介入台海战事，就必须使用驻日本的嘉手纳和三泽等军事基地，而中国绝不会坐视不管。推演显示，中国会对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飞弹攻击，结果是日本自卫队损失超过100架战斗机和26艘军舰。日本的国土安全在这场并非他主动选择的战争中遭到了严重威胁。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这场仗打完，地图上看不到赢家，每一个参与方都伤痕累累。这就是 CSIS 所说的那句话的真正含义，胜利是不够的。第三幕，为什么跨海登陆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可怕的噩梦？要理解中国攻台为什么这么困难，你首先得理解一个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大规模跨海两栖登陆作战是人类战争史上难度最高、风险最大、后勤压力最恐怖的军事行动，没有之一。在整个20世纪的战争史上，真正成功的大规模两栖登陆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而即便是那些成功的案例，像诺曼底登陆，参与国也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而且是在掌握了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的前提下才勉强完成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台湾海峡这个战场的具体条件。首先是距离台湾海峡平均宽度大约180公里，最窄处位于新竹外海到福建平潭之间，也有126公里。作为对比，诺曼底登陆时盟军横渡的英吉利海峡最窄处只有30几公里，也就是说，解放军需要跨越的水域是二战最著名登陆战的3到4倍。而且英吉利海峡相对平静，台湾海峡则是出了名的风大浪急，水流湍急。它有个民间俗称叫做黑水沟，因为水色深暗，暗流汹涌。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是东北季风期，海面风浪极大，根本不适合进行两栖作战。即使是在夏季的所谓窗口期，台风也可能随时造访。军事专家估计，解放军每年真正可以用来发动渡海作战的时间窗口可能只有几个月，而且必须精确配合潮汐、月相和天气。接着看台湾本岛的地形，台湾不是一座平坦的小岛，它的东部是陡峭的中央山脉，海岸线多为悬崖峭壁，根本无法登陆。西部海岸虽然相对平坦，但适合大规模两栖登陆的沙滩也只有大约14处，而且这些海滩的位置，台湾国防部比任何人都清楚。每一处适合登陆的海滩都已经构筑了密集的防御工事，包括反登陆障碍物、水基地雷、岸基反舰飞弹阵地和预设的火炮射击诸元。海滩的后方通常是起伏的丘陵和密集的城镇建筑，这意味着即便解放军成功抢滩，后续的推进也将面临巷战的噩梦。更棘手的是台湾西海岸的浅海水域，很多地方的海底非常平缓，低潮时大型登陆舰根本无法靠近海岸线。最近中国研发了一种新型的水桥登陆平台，外号叫做入侵驳船，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巨大的平台可以用千斤顶式的支撑脚从海底升起，形成一条从深水区延伸到浅水区的临时码头，让滚装渡轮直接卸载重型装备到海滩上。但分析人员发现，目前已知的3段平台加起来全长只有820公尺，而在台湾西海岸大部分适合登陆的海滩上，低潮时深水区距离海滩的距离远超800公尺。换句话说，这些所谓的入侵驳船可能太短了，还不够长到发挥作用，更不用说他们在战场上移动缓慢，体型庞大，难以隐蔽，极其容易遭到攻击。然后来看解放军最核心的短板，也就是两栖运输能力。尽管中国海军这些年疯狂地扩张舰队规模，但真正专门用于两栖作战的大型登陆舰艇数量仍然有限。目前解放军拥有8艘071型船坞登陆舰，3艘075型两栖攻击舰，以及数十艘中型和小型登陆舰。军事研究者估算过，
仅凭这些军用舰艇，解放军一次能够跨海投送的兵力大约只有30000人和2400多辆各型车辆。而要成功占领台湾这样一个拥有2300万人口、面积36000平方公里的岛屿，你需要的登陆兵力远不止3万。所以中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大量征用民用船只。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民用航运船队，滚装渡轮、车辆运输船、散货船的总运力超过240万吨。有分析认为，如果全力动员，第一波就可以投送8个重型旅，大约60000名士兵加上重型装备。这听起来似乎很可观，但问题在于，这些民用船只在现代战场上简直就是移动的棺材，它们没有装甲防护，没有防空系统，没有电子对抗能力，航速慢得像蜗牛。面对美军的潜艇、远程反舰巡弋飞弹和隐形轰炸机，它们的生存率低得令人绝望。CSIS 的推演清楚地验证了这个判断。当中国的2栖船团浩浩荡荡地横渡台湾海峡时，美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像幽灵一般潜伏在海面之下，发射鱼雷和飞弹。远程轰炸机从数千公里外发射精确制导的反舰飞弹，台湾自己的岸基反舰飞弹也从隐蔽阵地射出。结果就是90%的2栖舰队在到达台湾海岸之前就已经被摧毁。即便有少数部队成功抢滩上岸，他们也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困境。身后的海上补给线已经被完全切断，没有后续的弹药、食物和增援，而面前则是台湾陆军经营了数十年的坚固防线。这也正是 CSIS 报告中归纳出的4个决定性条件的逻辑所在。第一，台湾的地面部队必须有能力遏制中国登陆部队的滩头阵地，把他们压缩在狭小的区域里，无法向内陆推进。第二，美国必须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全力介入，不能犹豫观望。第三，美国必须能够使用驻日本的嘉手纳、三泽等军事基地来投射空中和海上力量。第四，美国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远程反舰飞弹，能够在中国防空火力圈之外对解放军舰队进行大规模打击。只要这4个条件同时成立，中国的2栖入侵就几乎注定失败。而最值得玩味的是 CSIS 专家们补充的一个警告，他们特别指出，台湾的情况和乌克兰完全不同。乌克兰有波兰边境，可以源源不断地接收西方的军事援助，卡车装着标枪、反坦克飞弹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日夜不停地从波兰的仓库运进乌克兰前线。俄罗斯根本无力阻断这条路上生命线。但台湾是一座被海洋环绕的孤岛，一旦开战，中国的海军和空军会在第一时间对台湾实施严密的海空封锁，所以根本不存在一个台湾版的乌克兰模式。你不可能在战争打了半年之后才决定给台湾送一批最新型的反舰飞弹，那时候飞弹根本送不进去。台湾必须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囤积好它所需要的全部武器、弹药、燃料和物资。CSIS 的首席研究员马克·坎西安说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话，他说，无论台湾打算用什么东西来打这场仗，他必须在开战之前就全部备好。战争一旦打响，你手上有什么就只能用什么，不会有人在战斗进行中给你空运弹药过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近年来加速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从鱼叉反舰飞弹到标枪反坦克飞弹，从刺针防空飞弹到高机动炮兵火箭系统，美国正在拼命地往台湾这座岛屿上堆积尽可能多的防御性武器，目的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让台湾变成一只浑身长满尖刺的刺猬。 CSIS 把这个策略叫做刺猬战略，让中国看一眼台湾就觉得扎手，觉得这口肉太硬了，咬不动，从而在源头上打消动手的念头。第4幕，不入侵就封锁，一个看似聪明实则更危险的选择。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硬打打不下来，中共可以选择不登陆，改用海上封锁来困死台湾，围而不打，切断台湾的对外贸易和能源进口，等到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时候再谈条件，这不是更稳妥吗？ CSIS 也想到了这一点。2025年7月31日，他们发布了这个系列的第2份报告，标题叫熄灯，兵推中国封锁台湾。这一次他们设计了更多样化的场景，一共推演了26次，涵盖的情境从低烈度的海上检查盘问，一直到全面的军事封锁加上攻击美军基地。结果发现，封锁同样不是一个低成本、低风险的选项。
事实上，它可能比直接入侵更加危险，因为封锁天生具有不可控制的升级倾向。先来看封锁对台湾的杀伤力。台湾最致命的弱点是能源，台湾几乎100%依赖进口能源，尤其是液化天然气和煤炭。台湾自己不产石油，不产天然气，国内仅有的几座核电厂还在被政治争议推向退役。如果中国成功切断了台湾的能源进口航线，后果会是什么？ CSIS 的模型计算了3种情境，在最糟糕的情境下，也就是台湾没有做任何特殊准备的情况下，大约第9周，当煤炭库存耗尽的时候，台湾的发电量会骤降到只剩 20%， 仅够维持医院和紧急服务，工厂全面停工，交通信号灯熄灭，电梯停运，手机基站断电，超市的冷藏设备失效。一个2300万人口的现代化社会将在几周之内倒退回前工业时代。但 CSIS 的推演同样揭示了封锁的致命弱点。首先，几乎所有封锁场景都伴随着人员伤亡，即使是最低烈度的封锁，双方的伤亡也会达到数千人。因为当中国军舰开始拦截前往台湾的商船时，美国和台湾不可能袖手旁观。一旦有任何一方的军舰开火，事态就会急速升级。在高升级场景中，美国损失了数百架飞机和数十艘军舰，但中国的损失往往更加惨重。美军的隐形轰炸机从中国防空圈外发射远程巡弋飞弹，核动力潜艇在中国舰队附近如入无人之境，台湾的岸基飞弹也全力开火。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对中国海军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更关键的是，推演显示，封锁不但不是入侵的前奏，反而可能让后续的入侵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封锁行动会让全世界进入最高度的军事警戒状态，美国会加速向西太平洋调兵遣将，日本会进入战备动员，澳洲和其他盟国也可能开始采取军事措施。而中国在封锁过程中消耗掉的军舰、飞机和飞弹，恰恰是他日后若要发动2期入侵所急需的宝贵资源。在26次封锁推演中，有5次采用了自由对抗模式，让双方团队自主决定是否升级。结果呢？有2次游戏直接升级到了最高级别，美国的飞弹打到了中国大陆本土，而中国的飞弹则打到了关岛和日本。这已经不是区域冲突了，这是世界大战的边缘。CSIS 的专家们在结论里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们说，封锁在每一个升级层次上都会产生难以控制的压力，两方都有动机把冲突再往上推一个等级。而一旦你站在了那条线的边上，想要退回来就极其困难了。第5幕，核武器的幽灵。你以为常规战争就是最坏的结果了吗？不是的，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维度一直潜伏在所有推演的底层，那就是核武器。2024年12月13日 CSIS 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发布了这个系列的第3份报告，标题叫直面末日。这一次他们把核武器变量正式纳入推演系统，设计了15轮包含核选项的兵棋推演，结论的每一个字都令人不寒而栗。推演发现，使用核武器的最大压力出现在一个非常特定的时刻，那就是当中国的入侵行动面临全面失败，当滩头上的解放军即将被歼灭或俘虏，当这场灾难性的军事失败可能动摇中共的执政地位的时候，中国团队面临了最强烈的核冲动。他们的心理状态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孤注一掷。如果常规手段已经救不了战局，那就祭出核武器来翻盘。在15次推演中，有12次中国团队遭遇了入侵失败的危机。在这12次危机中，有7次中国团队建议动用核武器，而在其中3次推演中，核战争真的爆发了。3次核战争，你让这个数字在心里慢慢沉下去。而且推演揭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升级路径，核武器的使用不是一步到位直接毁灭城市的那种末日场景，相反，它往往从战术层面开始。比如中国先对海上的美军舰队使用一枚小当量核武器，试图用这种方式表达我是认真的，赶紧撤。但问题是，一旦核门槛被突破，美国将面临一个不可能的选择。如果不反击，你等于在告诉全世界，只要你有核武器就可以随便欺负美国和他的盟友。如果反击，那就打开了核升级的潘朵拉之盒，谁也不知道这把火最终会烧到哪里。
推演中甚至出现过核武器被用在台湾岛上地面部队身上的场景。想象一下，一枚核弹在台湾的滩头爆炸，那不仅仅是军事上的灾难，那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底线的践踏。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推演显示，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在阻止中国使用核武器方面的效果，远不如外交斡旋。也就是说，你拿更多的核弹头去吓唬对方未必管用，真正管用的是在你打赢常规战争的同时，给对方留一条体面的退路，让对方的领导人能够在不丢掉政权的前提下停火。如果你把对方逼到墙角，让对方觉得反正已经输了，政权也保不住了，那他们就真的有可能按下那个按钮。CSIS 报告里有一段话被广泛引用，他说，完全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双方都拥有安全的国土纵深和核武器的时候，任何一方都无法彻底击败另一方。美国必须做好打赢一场高端常规战争的准备，同时为对手提供体面的退出方案，否则就有引发核浩劫的真实风险。这3份报告加在一起，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全面的台海冲突推演系列，总计超过70次的推演，涵盖入侵、封锁和核升级3大维度。他们告诉我们的核心讯息只有一个，这是一场所有人都会输的战争，而且还有可能演变成文明终结级别的灾难。第6幕，10兆美元的细盾。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都是军事维度，但台海战争的恐怖之处远不止于此。让我们把镜头从战场拉开，看看全球经济的版图。台湾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岛屿，它是全球数位文明跳动的心脏。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也就是台积电，生产了全球超过 90% 的5奈米以下先进制程晶片。从你手上滑动的智慧型手机，到你开的电动车，到医院里的核磁共振仪器，到战斗机上的雷达系统，到资料中心里运行人工智慧模型的伺服器，它们的核心零件全都来自台湾。台积电到了2025年的年产能已经超过1700万片12寸等效晶圆，服务全球534家客户。苹果、辉达、高通、超微，这些你叫得出名字的科技巨头全都是台积电的客户。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在2022年的一份内部机密报告中做了一个令人窒息的估算，如果台湾的晶圆厂因为战争或封锁而停工，全球将面临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牵动着全球大约10兆美元的经济产出。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 2.5 兆美元，相当于经济规模直接萎缩 11%， 这是2008年金融海啸衰退幅度的2倍。而中国的处境会更惨，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 2.8 兆美元，经济萎缩 16%。 你看到这里面的荒诞之处了吗？中国发动战争攻打台湾，结果中国自己的经济受到的打击比美国还大，因为中国同样高度依赖台湾的晶片。中国的手机工厂需要台积电的晶片，中国的汽车制造商需要台湾的车用半导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同样离不开先进的电子元件。打烂了台湾，等于打烂了自己的供应链，这就是所谓的细盾理论。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提出过这个概念。细盾不是说晶片能挡子弹，而是说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绝对核心地位，迫使所有大国都不敢轻易让台湾陷入战火。你可以不在乎台湾的民主制度，你可以不在乎地缘政治平衡，但你总得在乎你手上的手机还能不能用吧？你总得在乎你的股票账户不会一夜之间蒸发一半吧？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讽刺，就算中国奇迹般的成功占领了台湾，台积电的晶圆厂在战争中也几乎必然被彻底摧毁。先进半导体制造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任何震动、断电、污染、灰尘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一枚飞弹落在晶圆厂附近，哪怕没有直接命中，冲击波和扬尘就足以让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精密设备报废，更别提台积电的运作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它需要荷兰艾斯摩尔的极紫外线光刻机，需要日本的特殊化学品和光阻剂，需要美国的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体。即使工厂的硬体奇迹般的完好无损，一旦这些外部供应被战争切断，这座工厂也不过是一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废铁。你占领了一座空壳，却摧毁了它全部的价值。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自毁行为，而且这个问题在人工智慧时代变得更加致命。2026年全球人工智慧晶片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200亿美元，几乎是2年前的2倍。OpenAI、谷歌、Meta、辉达这些人工智慧巨头正在疯狂地争抢台积电有限的先进制程产能配额。如果台积电的工厂因为战争而停摆，全球人工智慧的训练基础设施将在几个月内面临严重的晶片短缺。这不仅影响商业应用，更将直接冲击各国的国防人工智慧系统、情报分析能力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自动化运营。美国国防部已经把人工智慧晶片供应列为国家安全关键供应链的首要项目。简单来说，台海一旦开战，不仅你的手机可能断供，连各国军队的智能化作战系统都可能面临断粮的危机。这场战争的经济后果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是文明级别的。第7幕，明知代价巨大，中共为什么还在准备？读到这里，你也许会问，既然代价如此天文数字般巨大，中共为什么不干脆放弃武统台湾？答案藏在中共政权的基因深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统一台湾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战略问题或者领土问题，它是这个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第一天起，解放台湾就被写入了国家叙事的核心章节。70多年来，这个口号从来没有被正式撤销过，只是随着时代变迁换了不同的包装。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再到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更是从法律层面锁死了退路。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中国就有法律义务采取非和平手段。对习近平个人而言，统一台湾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总体叙事的关键拼图。如果他在任内无法解决台湾问题，那这个伟大复兴就永远是不完整的。而如果他公开宣布放弃统一，那等于承认过去70多年的国家愿景是一场空话，这对他个人的权威和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将是致命的打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在两手准备，一方面疯狂地扩充军事实力，过去10年间，中国海军下水的新舰艇吨位超过了许多中等国家海军的总吨位，2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新型驱逐舰、核动力潜艇，一艘接一艘地下水。东风系列弹道飞弹的射程和精度不断提升，反舰弹道飞弹被称为航母杀手，空军的歼灭20隐形战斗机开始大规模服役，而前面提到的新型水桥登陆平台也在加紧测试。另一方面，北京不断在灰色地带施压，从2022年佩洛西访台引发的环台军演开始，解放军的军事活动已经从偶尔的试探变成了常态化的压迫。军机几乎每天都在越过海峡中线，军舰在台湾周边海域的巡弋已成家常便饭。2022年之前，解放军军机越过海峡中线被视为严重挑衅，而现在，中国连海峡中线的存在都不承认了。美国国防部在2025年底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评估。他说，中国领导人认为解放军的对台作战能力正在持续改善，但他们仍然对能否成功占领台湾，同时抵挡美国的军事介入这件事感到不确定。报告还说，尽管北京偏好使用不至于引发全面战争的手段，但他正在为联合岛屿登陆作战做全面准备，而且有可能在某一天认定武力攻台是唯一审慎的选项。请注意这里面的措辞，有可能认定武力攻台是唯一审慎的选项。这意味着美国国防部并不认为中共已经放弃了武力选项，恰恰相反，他在告诉我们这个选项一直在桌面上，只是目前被放在了较后面的位置，而这个位置随时可能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被推到最前面，比如台湾宣布法理独立，或者中国国内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动荡需要转移注意力，又或者习近平因为健康原因感觉时间紧迫需要在任内完成统一。任何一个这样的触发点都可能改变账本上的计算结果。2024年6月，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帕帕罗上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峰会上提出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概念，他称之为地域景象策略。他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美国可能会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武器系统，包括无人水面舰艇、无人潜航器和无人飞行器，
把台湾海峡变成一片对中国军队而言如同地狱般的景象。这些自主或半自主的无人武器群会像蜂群一样覆盖整个海峡，让中国的任何渡海行动都变成一场代价难以承受的自杀冲锋。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威慑的一部分，它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打那场仗，而是让对方在脑海中预演一遍之后自动放弃。2026年初，华府智库日耳曼马歇尔基金会发布的报告从中国的角度分析了攻台代价，他们的结论是多维度的警告。经济上，全面战争将带来改变全球生活方式的经济成本；军事上，失败将削弱解放军所有其他方向的作战能力；社会稳定上，长期冲突加上本土遭受打击，可能让中国的维稳体系面临物资短缺、政治幻灭和人口流离失所的多重崩溃；国际上，大规模冲突可能导致与多国断交，企业遭受毁灭性制裁，精英阶层的海外资产被全面冻结。但这份报告里最让人警醒的一段话来自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葛莱仪，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即便北京预期攻台的代价会非常高昂，他仍然可能选择行动，因为习近平可能会认为不采取行动对他个人而言代价更高，这才是整个局势中最让人恐惧的变量。理性计算告诉所有人这场仗打不得，但历史一再证明，战争往往不是因为理性计算而爆发的，而是因为领导人在压力之下做出的非理性决定。就像 CSIS 报告开头引用的那句话，战争总是会发生的，即便客观分析明确显示攻击方不太可能成功。国家会误判军事力量的对比，会被危机事态裹挟，会因为感觉力量天平正在向不利方向倾斜而抢先动手，或者会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做出攸关国家安全的冒险决定。尾声，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一切？好了，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回顾这超过70次兵棋推演所揭示的全部讯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关键结论。第一，在目前的军事力量格局下，中国全面两栖入侵台湾失败的概率非常高。只要台湾愿意抵抗，美国立即介入，日本允许使用基地，远程反舰飞弹库存充足，联军基本上可以击败入侵，但非常高不等于100%。在某些极端场景下，比如美国因为国内政治原因拒绝介入，或者台湾内部崩溃丧失抵抗意志，中国仍有可能成功占领台湾，只不过代价同样是灾难性的。CSIS 的推演中有一个叫做台湾独自作战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美国完全不介入，结果中国虽然最终攻占了台湾，但付出了超过70000人伤亡和两栖部队几乎全灭的惨痛代价，70天的血战换来一座废墟。第二，海上封锁同样不是一个安全的替代方案，封锁天生具有不可控的升级倾向，几乎必然会演变为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触发世界大战级别的对抗。第三，核武器的威胁不是抽象的修辞，而是推演中真实出现过的结果。在15次核推演中，核战争爆发了3次，这个概率足以让任何决策者夜不能寐。第四，台海战争的经济冲击将遍及全球每一个角落。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是当今世界经济秩序中最核心的结构性脆弱点，它牵动着10兆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摧毁它相当于让全球数位文明遭遇一场大地震。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和平不是自动维持的，它需要持续的投入和清醒的判断。CSIS 所有报告都指向同一个政策建议，那就是加强威慑，不是挑衅，不是对抗，而是让中国清楚地看到攻台的代价远远大于可能获得的收益，这才是避免战争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方式。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问题，难怪中共一直不打台湾，不是因为他不想打，而是因为他认认真真地算过这笔账。这笔账里面有沉入海底的航空母舰，有10几万人的伤亡，有崩溃的全球经济，有动摇政权的政治风险，还有核战争的幽灵在账本的最后一页冷冷地注视着你。但历史同样告诉我们，账算得再清楚，数字写得再触目惊心，也架不住人性中那一丝不可预测的疯狂。所以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战争永远不会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确保那笔账上的数字足够大，
大到让任何一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决策者，在伸手去拿那支签署开战命令的笔之前，都会不由自主地把手缩回去。这就是美国兵棋推演告诉我们的全部故事，不是一个关于谁会赢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所有人都会输的故事。而正是这个所有人都会输的结论，也许才是维持台海和平70多年来最强大也最脆弱的一道防线。